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那近日呢，周星驰的新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啊，现在是非常火，票房已经突破11亿了，预期将超过30亿。对，是非常火的。因为暑期档其实不是很热，所以我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呢，请来了石山老师和光宇老师，和大家聊一下《功夫女足》以及背后周星驰的故事啊。那两位都是周星驰的影迷是吗？算是，我基本上算是，因为我们这代人，你说不看周星驰几乎是没有的。你不是我们这代人，你不是我们这代人，对，所以就说不是，是不是影迷先抛一边？就周星驰电影对我们，特别咱们这代人好几代人的影响是在那儿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一听，我说那我得来聊一聊。最喜欢周星驰哪方面？你说哪方面上？对，哪方面，或者是哪部电影吧？我们先从电影开始聊也行。所以那最喜欢，我经常在我节目里讲，我最喜欢就《大话西游》。《大话西游》，给我个期限 ，Number One。对，1万年，1万年。我前两天还做了一期节目，讲那个周星驰的恩怨，各种恩怨的故事。就是我也讲到说《大话西游》，除了《大话西游》，我在第二部排第2名的就是这个功夫。功夫，功夫，尤其是功夫最后一个镜头，如来神掌啪把那个蛤蟆精打到地上，那个哎呀，很精彩，就是里面的寓意很深刻，没错，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没错。石山老师最喜欢周星驰哪部电影？我也是喜欢这个《大话西游》功夫，然后《大话西游》。其实后来他没有演了，他做导演的这个《西游记》其实也挺好看的。反正就是说，对，这个周星驰做编导，他的编导才华呢，在后期爆发之后呢，这个完全展现出了不一样的面貌。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看他演，看他演。对，就他那种无厘头风格，可能只有周星驰能演的是最好。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能把很矛盾的东西啊，很合理的放到他自己身上。就比如说我们去演啊。你又演很正义，又演很这个很猥琐，对，就是这种东西，你怎么放在一个人物身上？你比如说功夫这种，他这个主角啊，他既是个小不赖，但他又是这个 the one，the one 就是万中无一的这个奇才，这种呢，你怎么又放在一起呢？就是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你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矛盾，你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个变过来？为什么中间没有过渡啊？为什么没有学习的过程啊？为什么没有这个怎么一个有人怎么把他怎么教育了一顿？对，你不需要的，他就转过来了，很丝滑，而且就是说得通。你感觉是，如果别人演就说不通了，对，好像这个很奇怪啊。而且你看，不喜欢周星驰的人呢，说他这个无厘头，说演的什么呀，没有演技，说他就是夸张，就是搞笑。但是你看，他能确立一种风格，而且这种风格影响了这么多人，没错，而且没有第二个人再能承袭这种风格，而不可复制，你换个任何人演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就是我看《功夫女足》，很多人评价就觉得。就这些人演，就是功夫女足，其实评价非常两极化，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很不喜欢。那不喜欢的人的一个理由就是觉得他们这个无厘头的，就是可能是像周星驰，但又没有那个感觉，反而给人尴尬。功夫女足这个片我是没看过啊，因为现在这个咱们在美国啊，还是这个现在对正版还没出来，枪版。枪版那个画面太差，我不想看。我看到也是评论说2集，但我看了 trailer，确实是特效，普遍大家吐槽特效。做的太夸张了，对，太夸张，和我做的特效差不多，比你还要夸张。对，就是这个电影你可以夸张啊，咱们知道喜剧片子嘛，夸张一点怎么讲？但如果太夸张了，这个好像上天入地了，而且又踢球踢成这种份儿了，就会觉得有点过度。所以这个片子我不做评价，因为咱没看过这个。网上有很多评论，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可能能得出你自己的一个结论在里面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天我觉得讲到周星驰，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谈到他对这个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他过往的一些片子，包括他的为人。他这个人，你想周星驰，我记得前几年14、15年的时候，网上有篇文章叫做《为什么这么多人黑周星驰》。你看那篇文章没有？我没看，长文呐，万字长文。为啥呢？周星驰所有跟他合作过的全部反目，全部他身边没有朋友。就你几乎看不到，你看吴孟达最后跟他两个人这么达叔跟他所有电影里面两个人那么契合的啊，一个红花绿叶的，最后两个人也是形同陌路。
田启文、王晶，包括这些他爱过的女人，包括他的女朋友于文凤，全部跟他都掰，而且于文凤跟他是对簿公堂，把他告了。就他这个人身边没有朋友，所有人都说他这个人为人太差，太不会做人了，太小气了，吝啬了，等等等等。可是你发现没有，所有人骂他，那么多人啊，所有人都同情他，观众啊，作为咱们普通观众都站在周星驰这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为啥呢？如果一个人圈里面人都骂你，那你就基本上老百姓也都来骂你嘛。但是呢，哎，只有圈里面人骂他，但是呢，老百姓都站周星驰这边。你发现这个现象没有？很有趣。对，我那次看了，虽然很多人骂他，但是也有很多人呢赞他，圈内还是有很多人赞他。我上次看到这个，这哥们就是在大话西游》里面演唐僧的那个啊，罗家英，罗家英就说，他说我这个唱粤剧啊，就是广东的那个粤剧啊，我唱了30-40年，我一个房子都买不起。我跟周星驰拍了2部电影，买了两套房子，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唱粤剧唱了几十年，他也没那么红，对不对？这一下红遍全球了，这一下子就出来。包括那个下面这个功夫里面那个斧头帮的帮主，那个年轻人啊，那个他们也出来讲，他说我们一直在电影圈里面混，都是跑龙套，没有人记住我们，没有人记住，都是，但是这个龙套。只有在周星驰里面的这个开来翻这个大龙套才能大放异彩，啊！所有人都知道你演过这个，然后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一下就红了。那这个东西就很奇怪，他能够给所有参与他演出这些演员，真的让别人一下子就记住，对一个镜头或者一个场面就把这个人记住了。很多反派啊什么都是在他那里面一下就被记住了。周星驰呢，大家我觉得是这样，他这个才华毋庸置疑，对，一定是有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他是另码事啊，才华一定是有的。而且呢，他是这样，你看很多人啊，他醉心于艺术的时候，很多画家、音乐家，包括像他这种啊，他醉心于艺术的时候，他对很多其他事情啊，他是这个智商、情商是不到位的，他很容易就得罪别人。我很理解。你也有这样的，我经常得罪别人，指定就是这样的人。当你太醉心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人的精力、大脑是有限的。对，你全部 focus 在这件事的时候，那其他事情你可能就会忽略它。为人处事上啊，做人上，你看那个谁，爱因斯坦大科学家吧，可是他渣男啊！你要现在看，你看他的生平，他就是个渣男，劈腿呀，什么这个对女朋友不忠啊，各种吧。还有一些为人处事的这个不会照顾别人的情绪呀，还有那个什么爱迪生也是生活中是个就是人品非常差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看很多在人类历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所谓的天才吧，他在为人处事在很多其他方面确实不行。我想这就是周星驰为什么这么多人赞周星驰、同情周星驰，却圈里面跟他接近的人却骂他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我可以加一点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可以 ，of course。不是，就是有很多人是这样，他是专注于某一个领域，然后他有很强的孤独感，然后他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因为他是在自己世界里，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去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他会带来一个东西，就是自我，因为他长期的，就是说我们平时相处的时候，你在生活中可能和你家人相处，和你朋友和同事相处，他不是这样的，他最多相处人是他的自己。对，就是他在自己的空间中和自己相处，所以他失去了对外面这些人的，就是说感知能力。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说，他可能人不是不好，但是当你感受不到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出回应。举个例子，就是说别人有痛苦，但是你somehow你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感受不到这个痛苦，你就没有办法对这个情绪做出回应。对，那么在别人看来，觉得这是一个不可理喻、冷酷。对，但它其实不是一种自私，它是一种自我。但这种东西是非常 subtle 的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长期和自己对话，他其他人没有在他的水平。你像无论科学家、艺术家也好，他想到了一个问题，他和别人说，别人没法理解、没法沟通，所以他只能和自己。所以
长久下来他只能和自己相处。我觉得可能周星驰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艺术造诣确实是很高。对，确实是这样。你让你刚说的话，我就想起了那个东晋的时候有一个名士叫殷浩，他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别人问他说你跟别人相处怎么样啊？他说我宁愿和我自个儿相处。他说我与我周旋久，我还是跟我自个儿，就我自己跟我自己在一起，我觉得很舒服，就还是宁愿跟我自个儿待着得了。你说的情况就有点这种。周星驰也是，他就是就像你说，他就是整天沉醉在自己对艺术的思考、对这个喜剧的探索中，很多时候就变成那种不搭理别人，对别人的反应很冷漠，或者不太在乎别人的情绪是怎样的。在别人看来，这家伙怎么这样啊？对我这样。而他有时候做法确实是，你看他跟他的女朋友于文凤两人相处这么久，相处12年，于文凤帮他炒地皮。于文凤是在理财方面是很厉害的，帮他打理生意啊，炒楼啊，赚了很多钱。周星驰两人在关系很好的时候啊，答应他说我把这笔这个炒楼的钱，我要给你分10%，7000万，口头承诺了。结果两人直到分手，7000万就不给。后来于文凤一生气把他告了嘛，追讨这个7000万，但是你俩人没有签字画押，没有这个白纸黑字的证据，法庭不承认。打了几年官司下来，法庭到2020年判于文凤输了，周星驰呢就没有给这7000万。但这件事，这个官司闹得沸沸啊，所有人都说周星驰你这个太不像话，你跟人，所以听下来确实是这样，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而且你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周星驰在他的这个喜剧之王里面，那个尹天仇追张柏芝演的那个女孩的时候，尹天仇那么穷啊，他跑出来对他说：“我养你啊。”那个张柏芝回头说：“你拿什么养啊？你是穷光蛋一个啊！”但是感动的一塌糊涂。对，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名场面嘛。对，他在电影中演了一个那么就是为了爱情能够我养你啊这样的一个很赤诚的、很忠诚的、很为了爱情可以放下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人，但在生活中却是个锱铢必究的人。所以这就可以形成很矛盾的一个状态。对，他不差这7000万呀，他的那个于文凤帮他赚了好几个亿。对啊。所以呢，你说他所以好多人说他吝啬，而且他跟很多人掰，跟王晶掰，他跟王晶掰就是为了钱，他就是因为钱，一笔钱。他当时他们俩合作拍那个就是青年李小龙，然后呢，第一笔钱拿到了800万的初期投资这个钱啊，800万呢，他跟王晶商量好2个人分，王晶是拿60%，王晶拿40%，他拿60%。后来搞着，周星驰说我要拿70%。王晶说行吧，那给你70%吧。过2天又来，我要拿80%，那是有点气的。这是有点不太对。对，到最后项目黄了，没有拍成。周星驰几乎把前期800万的筹备款全拿走了。王晶后来就气了，就没办法嘛。后来王晶在节目中说呢，王晶后来特别逗，他说有记者问他啊，说你合作这么多演员，你觉得谁的演技最好？王晶1秒钟的犹豫都没有，说周星驰。他说周星驰才华毋庸置疑，他可以他在演那《大话西游》的时候，在10秒钟之内变出8种表情出来，他说那个才华非常厉害。那我跟他合作，我没见过这么有创造力的。关于你要不尝试一下，1秒钟、10秒钟变。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周星驰电影，你会觉得这样，就是你一开始觉得他夸张啊什么，但是你发现他的整个的这个表演融在这个剧情里面，而且整个电影看下来，你会觉得非常的 smooth， 非常丝滑，而且只有他能够做到。所以王晶，你看那么2个人都掰了，那么这痛恨啊，两个人还有段时间是谁都不理谁的，对，形同陌路的。即使这样，王晶依然欣赏他的才华，而且王晶依然替他说话，说这个周星驰这个人呢，就是不会做人，就是有点太抠门了。但是呢，他不是个坏人。是对，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是这样的，永远有这样的人，但是大部分时候这样的人是不被接受的。所以这个世界真正有创造力的，往往是这样的人，包括在美国，像马斯克。对，马斯克也是，这很多人都情商特别低，也是个渣男。别人说你这完全是渣男嘛，这个是吧？但是他就有创造力，所以这个社会呢，就是必须要有宽容度，就是。你当然不能说全世界的人都变成这样，这个会很难受，也不可能。大部分人变成这样是不可能。对，但是你对这样的人你要有宽容度，没有宽容度呢，这个世界
你这个创造性啊就会扼杀天才，就会出问题。所以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像马斯克或者乔布斯这样的人在中国能活下去，能不能创造出同样的企业来？这答案是肯定不行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包容性啊是低一些的，几乎没有，几乎没有这个社会。所以像周星驰这样的，能够在香港这样的社会出来，在中国大陆的话，我估计早就被中宣部给掐死了。中国大陆有点性格的导演，你看看贾樟柯被收编了，对，张艺谋咱们上回聊过也不行，就是几乎姜文算是很有想法，他都不敢拍太这个讲他想讲他的话的电影，他都不行的，就是你没有个自由度，没错是不行的。这个东西很重要。当然，对于就是具体的这个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我有时候觉得天才是不是天生的或者怎么样，他有一个东西什么，他的关注度，就是你对一个事情啊，你100%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对周边的事情你是会忽略的。对，我记得那个美国那个 NBA 的明星，就是前2年飞机失事或者那个科比，有一次这科比他的有一个采访，就是一个采访，那个他在那个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过这个事儿，他说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啊，队员会说，哪个明星来？你知道好莱坞的明星经常去看那个 NBA 啊，坐在前面，就是告诉他谁来了，他就说。我很奇怪，你打球的时候你怎么能看到这个旁边的明星呢？这个东西，就是你为什么别人一定看到？你说，我们是不理解的。你说实话，你在打球，你眼睛给人周围看嘛，说看到一个，看到2个。问题对于他来讲，他在场上他的专注力到了那个程度，他就只有那个球和场上10个人。就是包括他自己在内全神贯注，其他的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他的创造力才能出来。我记得以前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什么1+1什么，对，这哥们儿就有点这样的，他就是在街上。他因为高度专注，他走的会撞到什么电线杆，他会说对不起，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撞到一个电线杆，他就是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小时候看他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别人无法理解的，那是他坐公共汽车啊，去很远一个地方买一个东西，买完以后回家以后一想不对，这人找我钱啊，少了5分钱啊，但他公共汽车票要2毛5是吧？他就坐过去。管人要5分钱，然后再坐回来5毛钱花掉，是一根筋。对，当然不理解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但他就是他，因为他是数学家，他是纯粹就是用逻辑，这个机械逻辑去想这个问题，他就陷到他那个领域里面，对，他真的是家里面乱七八糟。对，就是什么他都不知道。而且还有，我觉得社会大众还有一种心理啊。就是他一旦觉得这个人在某方面很优秀的时候，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在各个方面你都应该是很优秀的。对，一旦你在某个方面做出了一个成绩，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公正的人、大方的人、正直的人、善良的人，你就得对别人好，你就得如何。观众有这种心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就很多时候我们在某个领域做得不错的时候，未必在其他很多领域都做得很好，甚至在个人、在性格上、在道德上都有可能是有缺陷的。不能够认为这个人他在这方面做得好，他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这一点我觉得是大家心理上的一个问题的，是社会心理问题。对，所以周星驰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他电影或者他的艺术创作还是对他的电影，我觉得那毋庸置疑嘛，陪伴了这么多人。好几代人啊，走过了这么长的一个岁月，我没有看过的周星驰的片子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周星驰的电影呢，我在香港的时候啊看，然后我还经常跟就是朋友啊，我们还在说周星驰电影，这个到中国去啊，肯定没人看。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太多广东话的这个俚语啊，这个双关语啊，我说这个东西没法翻译啊，听不懂。听不懂啊！我们是这样觉得啊，结果一炮在中国红得不得了，然后到了美国，我们家小孩谁知道周星驰是谁啊？直到功夫和这个功夫足球，就是那个少林足球，那个叫什么 Steve Chow， 他们都知道，对，他们也看，他们也哈哈大笑，他们也喜欢，所以你知道这个周星驰这个就是他这种演技和他这种表现模式啊，我就发现完全超越了地域，超越了语言，甚至超越了国界。你说这种东西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你看中国很多好电影，你把它翻译成英文的话啊，未必好，未必看得懂。未必看得懂，别人也看不懂，别人也不觉得这个滑稽或者好笑或者深刻什么。我像我们家小孩都是在这出生长大的，他根本就看不懂。我们觉得哎呀很好的电影，他就觉得没怎么样。但是周星驰的电影能够完全穿透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周星驰电影还有一点一定要提到一个人，他在大陆能够这么普及啊，石斑鱼。就是给他就给他配音的那声音那是配的，那配的不是他的声音，那不是 AI， 周星不是，那时候还没有。你看周星驰的粤语片啊，就是讲他是他自己的声音啊和他自己的话，他是讲广东话的嘛，对，大陆人听不懂嘛，所以他的电影能够在大陆普及，就是真的是石斑鱼是功不可没。这个而且石斑鱼7000万应该给他，对，何止啊！他那个配音和周星驰那个表演多 match， 对啊，而且声音的这个创造力也像。石斑鱼就是做配音的，他是广东省的一个话剧团的话剧演员，也一直不出名，直到给周星驰配了音之后，周星驰这个声音好就用他的，是他的御用，所以你看所有电影全是他配的音。所以这个人，但是石斑鱼先生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应该是啊。对，他的这个配音是非常了得的。省话剧团呢还是我忘了是哪儿的，省话剧团还是哪儿的，我记不住了。OK， 对，很有意思。你以为是这个是周星驰的声音是吧？我以为是他的声音，然后经过机器怎么就把它转了一下加工了。那真是那我们是应该这个包括那个标志性的笑呀，一些都是石斑鱼自己发明的。因为周星驰在电影中的，你看他的那个声音完全不是这样的，对，广东话的声音完全不是。对。这个配音确实配得非常好，对，石斑鱼这个必须提一下。对，再说到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说到这个香港电影啊，很有意思。香港当时的这个电影拍摄制作的流程啊，拍摄的这个方式和大陆完全不一样。我98年拍过一部香港人的戏，香港人拍戏简直就是不拿演员当人的。他是因为他预算很紧嘛。他一定不能超的，我这么多钱，30天之内、1个月之内或者2天内拍完，一定要拍完。所以他当时大陆还没有这样一个这个什么做法呢？就是分成 A、B 组。香港人分 A、B 组，就是一组人摄影、灯光，整个这个团队啊是一组，2个同样的剧组轮班倒，但是演员只有一道，就是演员给 A 组拍完，马上休息半小时给 B 组拍。我曾经就在那个香港人这个戏里面，连着是4、5天没有睡觉，不让没有睡觉，晚上不睡，不能睡觉。白天拍完 A 组的戏，晚上拍 B 组的戏，香港太夸张了，我当时觉得我靠，太不人道了。但是你拿钱，你就得干这个事儿。香港演员这一点就很厉害，他真是我签给你7天啊8天，我签给你了，你就是7天24小时都是你的，真不睡觉，真那么天哪！很拼的，但是呢，很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香港人戏里你会觉得粗制滥造就在这儿。你知道那4天到第4天，我真是已经困的呀，台词根本记不住了。对啊，怎么办呢？我还得演啊。镜头前那个场记在镜头后面给我念词儿，他念一句，我说一句，那能演什么戏啊？对啊，对付下来嘛，就对付下来。一拍完，导演说咔，我就，哎呀妈，困的呀，马上睡着了。4天不睡觉，4天真没睡觉，给我累的。但是香港演员甭管多大牌的，周星驰、刘德华什么都是这样，都是一样。他这个合约签到这10天，我给你了，你可劲用啊，因为他们档期都很紧的。对，这几天要拍那个戏，他们大牌演员又那什么，很拼的。可是不拍戏的时候不都在补觉吗？但呀，他们香港演员是非常勤奋的，这一点大陆演员刚开始是真是哇，这太好勤奋的。
后来这个大陆也跟香港人学，也是 A、B 组，但是没那么夸张。Anyway， 我后来到了美国，我还拍过这个加拿大跟好莱坞拍这个合作拍电影。西方人完全不会接受这种事情。你知道，在美国好莱坞拍戏，拍6天啊，到第7天一定要休息。如果因为特殊原因赶戏啊、天气啊，或者是演员档期啊，你必须得拍7、8天的时候，第7天可以拍，所有人 double， 工资是双倍的。现场所有的场务啊、灯光啊、摄影是付双倍的钱。第7天双倍，第8天3倍。所以好莱坞拍到第7天6天一定要停，一定要歇1天，不歇的话，你知道吗？钱更多，对，钱更多，一定要歇1天。所以拍6天歇1天，拍6天歇1天。你在中国你不可能，而且每天在好莱坞拍戏10个小时最多1天，8小时10个小时就得收工了。哪像香港 A、B 组拍4、5天不睡觉，不可能的事。哇，太所以这个对亚洲人，就中国人啊，包括韩国电影也是非常拼的，这个和美国人不一样。对，简直非常拼。幸亏没去干那一行，太可怕了，很辛苦。我们其他什么都可以不做，睡觉不能不睡。对，我跟指定是一组的，一定要睡觉。对，很辛苦。不过干那行的话，可能这个身体就可以减肥了。演员确实。这个是一个，你看香港演员没有一个胖的。对啊，大陆演员胖的，就是说这行确实非常辛苦的。你想周星驰在92年的时候，92年当年10大香港影片票房最高的10部影片里，周星驰占了前5个都是他的，半壁江山。你想那一年他得多忙？刘德华据说创造过一年拍了多少部戏，你就几乎是10几天一部戏，他不休息，那多累啊！这是违反人的这个生理极限的。但是呢，他们就是为了这个你说事业也好，为了艺术也好，为了什么也好，非常拼。你想想，周星驰是在香港啊，90年代是当红炸子鸡啊，最红的啊，所有人都找他约片，就是他在那个时候，他还能高度的创造性出来，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他不是说像光宇那样，到最后就是场记给你，哎呀妈，甚至都没有台词了，给你一个数字，1、2、3、4、5、6、7，对，哎，真是这样，就是配音。1、2、3、4、5，我倒没这样。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流量明星是这样的，不记词儿的，不记词儿，就是出个脸，给你个节奏，就是你。他们不是因为累，1、2、3、4、5、6、7。现在这些很多，我也不说任何人啊，大家你在看到很多报道，现在大陆很多网红小明星、网红这些流量明星，他是对艺术不尊重，他根本不记词儿，你知道吗？就是到现场之后啊，特写、近景都是他的脸嘛，得全拍掉，不记词儿就1、2、3、6、7、8、9、10、11就，对吧？远景、中景、这个大镜头全是替身替他拍。哦呦，他就拍10天、5天、8天的人走了，拿个上千万、好几百万的人走了。剩下都替身，他把特写全拍完了嘛，他也不记词儿，就这样。那怪不得很多人说所以现在戏没法看嘛，没法。对，你能有演技吗？这个东西。我记得那个前几天很多人把那个以前的一些访问啊给翻出来了，其中有一个是讲那个《天下无贼》啊，《天下无贼》大陆的好片，我非常喜欢这个冯小刚这个，你想那也是。葛优，刘德华，王宝强那时候刚出道了，对，那个都是很牛的，所以葛优觉得这片肯定是爆火的，对不对？当时他和刘德华就接受采访，正好跟功夫撞期啊，跟周星驰功夫，对，撞期，然后这个记者啊，你知道八卦就问说，你们这个不怕吗？能够这个你跟那个星爷这个硬刚撞期啊。冯小刚很有自信，他说：“这个呀，你知道他那句话，我就是就赚钱，就是爷，北京人。”刘德华在旁边补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他说：“跟周星驰的电影撞上啊，输给他不丢脸，不丢脸。为什么呢？从来没有人赢过他。”他就讲了那么一句话。最后据说冯小刚就把期给改了，就提前了。给他提前了。我记得那年好像是贺岁档，那时候我还是上初中的时候，这两我记不住了，是贺岁档不是，反正就是对，他把它提前了20天，就要不然就给功夫给全冲掉了，你知道？所以这后来果然是这个功夫大卖，你没办法。你刚刚说这个周星驰把这个小人物啊，这种演的活灵活现、淋漓尽致那种情感、那种蜕变啊。
因为周星驰从小他生活在一个比较贫寒的家里面，对，他在这个香港的贫民区长大，他见惯了人生百态、世态炎凉，那些底层人物怎么为了1文钱呀锱铢必较，在那吵的打架，对，他都见过呀。对，脑海中他有非常深刻的这个生活的痕迹，所以他能把小人物刻画的活灵活现的、入木三分的。再加上他成长过程中嘛，长大之后他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他对人生的思考，他的影片中其实是真的是有一些哲理的东西。我记得我刚咱们开播前我跟子定还在讲，就是《大话西游》呢94年拍的嘛，拍完以后呢，你知道我们当时在北京在中央戏剧学院这些上课的时候，这些新导演包括张艺谋的片子、姜文的片子拍好之后，先给电影学院中戏的学生先内部先看一遍，还没上映呢啊，看一遍之后呢，你们有什么反馈啊？觉得怎么着呢？他要收集这些东西呢，可能需要改一下怎么着呢？他想听听大家怎么看的。那周星驰那片子呢，先拍时我们先是在北影厂先看了一遍《大话西游》。当时我才20岁刚出头，看不懂，就觉得哎呀，周星驰嘛，搞笑嘛，无厘头嘛，哎呀，好玩嘛，没有一个人哭啊，或者觉得哎，那么回事吧，凑合吧。所以那一年《大话西游》上映之后，票房超级烂，赔惨了。周星驰砸下全部身家投入，他刚成立了彩星电影公司，拍了第一部片子，想一炮而红的，结果赔惨了嘛。若干年后，我记得是99年、2000年之后，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人生的这个经历了爱情，经历了人生，经历了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那天突然这个电影频道放《大话西游》，我在家坐那看，哎呦，2部第一部上下集嘛，月光宝盒和这个紫霞仙子，对，2部看完哭的我是泪流满面，就我一下看懂了电影中那么多对人生的感悟，对爱情，对生活，对挫折，对信仰，而且我修炼之后，那个至尊宝后来走上修炼西天取经这条路，就是你会体会到人生中太多五味杂陈的东西，一下就，所以那个片子后来为什么那么火，被奉为什么后现代主义的这个事情，你说这个我也有印象，我非常奇怪，《大话西游》这几个片子90年代我还在香港呢。我看了并没有特别深刻的感觉，我跟你的情况一样，就是最近这些年，重新看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会开始眼角开始有那个泪啊，就是那种感觉的，对，很奇怪。他那个片子，我们年轻的时候看不懂，没有那么那个看不懂，对，就你没有经历的时候，它不像其他几个，不像这个功夫和这个少林足球这几个，你一眼就能看明白。当时就就觉得好啊。对，他的喜剧之王，他的这个大话西游，他的食神包括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微妙的，你要去。你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啊，有过很多经历，看到过人生百态之后，你再看，你会体会到很多东西。子定真的应该看一看，体会一下。对，子定是90后，我90后，现在也有人生经历，也当爸爸了。对，所以你现在去看他的电影，我觉得你肯定会体会到很多东西的。对，您刚才说这个，我就想我小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看电影条件是很差的，因为我不是在一个大城市，我们在山东一个小城市。就是我们当地有个电影院，那个电影院也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那种商业式的播放，类似于像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个日期，大广场，它确实是一个电影院，然后是一个会场，会场还是电影院，反正那样的。然后第一个电影是我看的是《泰坦尼克号》那是96年、97年，对。然后第二个电影是珍珠港，对，偷袭珍珠港，对，珍珠港那个是那个也是很早的一个电影，然后就是说没有太多这个商业化电影院，然后主要看电影都是中央6台，然后所以你们不看盗版吗？那时候不是有了吗？老盗版吗？他们那个时候没，就是我家里也没片机，那个时候你也没法租DVD 什么的，对，也那时候也没互联网嘛，所以那时候。就是说，星爷的电影那时候很多都是后来就是上中学之后，然后有电脑以后，有些朋友看。但我其实一开始我对这种无厘头电影有一种天生的这个排斥感、抗拒。对，我喜欢没有内容，不高大上，是吧？哎，对，被你说中了，就是有点装。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有点装，就是喜欢
看什么法国新浪潮啊，也没有什么奥斯卡奖的电影啊，我喜欢看推理片啊，而且是那种就是说古典推理。我不喜欢那种惊悚血腥的我就喜欢就是说，哎，有一个人死了，克里斯蒂，对，阿加莎克里斯蒂那种有个人死了，然后我们大家坐在一起想一想他是怎么死的，然后把这个解谜解开。我喜欢阿加莎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无人生还嘛。对，这是非常改编过电影和那个电视剧非常多。阿加莎克里斯蒂，我非常喜欢。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我当时看大量小说，还包括那个埃勒里奎因包括日本的对东野圭吾。他也是很有名，包括松本清张啊，然后包括这个三口棺材也是美国的一个一个推理小说家，对，反正是我喜欢那些，所以我到后面我看电视剧电影也是喜欢看这种推理风格电影，所以我对其他风格的你觉得周星驰的电影不用动脑子是吧？对，其实需要动脑子，有可能有几部真的还是你得思考，他表面上是那种浮夸的，好像是玩闹的，很浮夸，很无厘头的。他其实里面背后有很多东西，挺有趣的。是，那一下来一定要看一下周星驰。对，周星驰电影从《大话西游》开始看。对，所以指定你应该当刑警。应该当这个破案专家。对了，石山老师，刚才子丁讲到看电影。你是一直在香港是吧？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怎么看这些电影吗？那时候中国大陆没有正版，没有这个什么电影，没有商业化这种，我们怎么看呢？叫录像厅。对，录像厅。哎，我这，哎呀，我上学路上啊，录像厅门口一个黑板上每天写上，今天是刘德华的什么什么片子，周星驰、周润发、刘德华，什么梁朝伟这些名字，你只要一看，我们就买5块钱一张票，啪4部电影，全是盗版录像带嘛，啪4部电影。逃课跑去看，一有新片了逃课看，我们都是这么着，质量不是特别好，还可以是吗？一屋子人抽着烟小一个很小的房间，我记得有时候会那个袋子还卷了，对，滋滋啦啦那种的。Anyway， 这就是给我们最早的电影启蒙啊。对，我们就这么看着这些电影启蒙出来的。每次看完的片子，我出来我就想我要当演员。我很就是上初中高中时候出来，我要当演员，我要在荧幕上，我要表达我的情感。我想周星驰这样，刘德华那样。我们当时是这样，录像厅，你们那儿有啊？有也这么看录像厅？有。我们我小时候呢还没有，对，小时候文革还没结束， 90年代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到大概80年代末。小时候呢，这个从香港偷运过来的是什么？书。书那时候金庸的书一出来就拿过来，对，但是呢得把封面撕掉，对，因为这个要不然别人资本主义的毒草。金庸是那个时候是阶级敌人了，对，所以就要把封面撕掉。所以我看过很多金庸的书，我都不知道是金庸，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但我觉得很好看。长大以后重新看，哎，这不是我小时候看那个书？你们还是这样的？对，那时候看过那个就是这些东西。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录像机、录像带，中国也不可能有。那 DVD 更不用说，那时候还没有呢。晚一点。但是到什么时候呢？到我上大学的后面，大概是83年、84年开始了，对，8年的以后就有这个录像厅了。录像厅。但我毕业以后去了西藏也没有。我在西藏待的时候也没有。所以那个但是我在西藏，我必须跟你们讲，我看过一场电影，非常的奇特。是这个。有牧民呢，我们在野外工作，有牧民就是这个骑马的，路过说，哎，今天乡里放电影，虽然讲话这放电影啊，哎，好看呐，哎，我们说这是放什么电影？我们就几个人啊，就也跟着搞了一匹马，跑到他们那儿去看去了，那个一个大广场上放，然后有好多牧民呢跑去在那看放电影，那时候叫什么？家有喜事，不是，就是谁的电影？香港的吗？不是，大陆的啊，讲那个农村改革的，什么？是不是那个陈佩斯他们演的那个？陈佩斯比陈佩斯对差不多，他们还有早叫什么？家有喜事还是什么？不是家有喜事，家有喜事是香港片，对，香港片，那个叫哎呀，我一下想不起来，就是早期的80年代初讲农村改革的，哎，这个电影，
牧民看得很开心，因为这个你想他没有娱乐，没有电视，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就是聚过去看个电影，然后最什么呢？全部是翻译成藏语的，是配音的。OK，我们几个人坐那傻了，我们赶了20里路过来，20里路听不懂，听不懂啊。但是那个我就看旁边，别人真喜欢看。我跟你讲，共产党的这个放映制度啊，这个洗脑很厉害，那牧民很开心啊，那看得非常高兴的那个时候。是。周星驰是这个中国，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小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很多文化呀，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其实是受到香港的文化的这个启蒙非常多。对，金庸的书，没错。周星驰啊，包括这个很多港片啊，这个带来了很多，就是我们认识外部世界。那时候中国没有互联网，对，这个也不开放，这个文化上比较封闭嘛。那时候中国天天在说香港啊是这个资本主义自私自利、文化沙漠啊，怎么这样那样的。对，就我们都觉得香港人没什么文化，小时候。对，结果你到了香港，你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中国49年以后，有一批文化人跑那儿去了。对，包括像台湾、像这个钱穆啊、牟宗三啊，包括什么这个梁羽生啊、金庸啊，这一批人都是。最后你看香港的这个粤语歌，它的那个词写的很好的填词。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听。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还要去查字典，他这个什么意思？他有很多古风在里头，有很多用词是不一样的。这个周星驰把那个又返回来，更接近普通老百姓。他这个确实很，所以说起来，香港文化的这个没落啊，香港电影的没落，其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但是没有办法。对，因为整个大陆的市场在那儿嘛，尤其现在这些港。你知道这几天才发生一个事，就那个蔡富潮，蔡富潮是原广电总局的局长，对，他已经退休10年了，应该是关于你在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退休了，他大概是2016年做的广电总局的，2016到2016年退休了。2012年，2012年到16年，对，就那个时候，在美国了已经，对，在美国，但他之前是北京市委这个宣传部的，他们那个据说是这个下面的钱很多，这个你可以想想中国的这个电影的、电视的、互联网，现在他们又管互联网的短剧、微剧，他也管。都要审查，那个审查一个都是要交钱的。是那几年，这个中国前几年这个经济好的时候，影视行业、娱乐行业是，哎呦不得了，大量热钱往里洗的，往里砸的啊，这么一个行业。对，但现在这个香港整个式微了，香港没了，它不只是文化，整个香港已经内地化了，经济现在也不行，整个陷落了，经济文化各方面，你看香港前很多港星现在都到大陆做综艺，对，然后都说塑料普通话，对，我们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啊，就是合拍片的时候啊，香港演员的待遇片酬是大陆演员的好几倍，这个李连杰拍少林寺的时候，你知道吗？李连杰一天好像是10块还是50块，我忘了啊，没有那么多，没那么多啊，没那么多，很少的钱。他的几块钱好像是，对他全部拍下来1个月是39块还是49块钱，那么少？对。刘晓庆说他拍合拍片的香港演员那时候已经拿了一天是1万还是多少钱了？对，他们一天100还是多少钱？你想差这么多，那是。可是现在。香港演员全部去大陆拍戏，而且大陆流量明星的钱是香港明星的好几倍。对，这个没办法，这跟市场翻过来。对市场。你看这次香港那个周星驰拍的《功夫女足》，主演迪丽热巴，张小斐、张艺兴都是大陆的流量明星，基本上没有香港的这个。对。所以这个整个翻过来了。对，是香港示威确实是件很可惜的事情。对。说他那个。学了香港的很多技术，大陆的这个没有把香港那个创作的环境和那个模式学过去。香港这个，不管是黑社会、政府啊什么，
他是绝对不管你创作，你拍什么，你拿去放他不管，你好不好，你这个大家自己。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自己去看。对，这个自由的这个环境没有学过。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我就是经常跟人讲。因为我拍电影在大陆7、8年吧，我们当时总觉得说这个中国北方人豪爽讲义气，南方人锱铢必较抠门儿。可是你知道我在中国拍戏这几年啊，欠我钱的都是北方的剧组。香港，我拍过这唯一的香港的戏是这样的。我当时这个片子叫《中华儿女》，后来改名叫《儿女英雄传》，是以霍元甲的故事为原型改的啊。主演是这个谁？那个元彪、刘松仁啊，还有那个台湾女星贾静雯啊，贾静雯。那个戏拍到最后呢，欠了我4000块钱。结账的时候，当时你知道中国这个剧组可有意思了，结账不是给你转账支票，没有的 ，cash 哦。会计拎着一箱 cash， 我就见过给那个汤镇业结账的20万，直接现在那点20万 cash 拿着走，我的妈！中国所以那会儿金融是非常很落后的。对，我们这些演员结账的时候都是直接点 cash。那天呢刚好剧组有一大笔钱刚结完，会计手里钱不够，欠了我4000块钱。制片人过来跟我说：“妹妹，你放心，我们下个月这个片子一杀青，我们要去北京啊办点事，正好把钱把钱给你送过去。”我当时觉得哇，完了，这4000块悬了，没了，悬了啊！行吧，那没办法，人家就走了。真的1个月后，制片和我们那个片子的主演之一的马伊琍，马伊琍当时的男朋友是管虎，著名导演，第6代嘛导演，管虎，因为他们下面想跟管虎合作拍个片子，马伊琍、管虎、制片人、会计、导演5个人打电话给我，哎，我们在北京了，我们到北京了，来吧，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在 Friday。Friday 我后来到美国才知道是一个普通的快餐厅。对，你知道 Friday 那会在燕莎最好的地方，赛特的地方是很贵的西餐厅，跟那个 Hard Rock 在一起嘛。去了之后呢，哎，真是人家一见面先递给我一个信封，说，哎呀，真对不起，欠你这个钱，而且我跟导演说了，我们跟你合作的很愉快，多给你1000块，给了5000块，哎呦，但是我觉得这个香港人讲话说话算话，真给，还聊那天吃饭聊得特别开心。后来我这部戏的香港的制作公司跟我签了约了，就是他是想在内地发展嘛，签了一批演员，我是其中一个。但后来呢，99年镇压法轮功之后，2001年我就走了，就这个就没有再那什么了。结果你知道我后来香港人这个真的。欠我钱的什么姜文的拍《北方故事》的时候，最后也是欠了5000块钱，再没影了。我后来我还碰到那个制片人，我还问他呢，他说：“哎呀，就不提这事儿了，你知道吗？说欠我钱的是北方的剧组。”这个其实我是有感受，因为我北方人，但是我后来在上海那个上学，然后待了好几年。南北方是有这个差异，南方它是讲究契约、商业精神，对，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签好的、说好的去走，对，没有什么节外这个。对，北方是就我当时说的非常大方，哎，兄弟放心，有我的没事儿。到最后找不着人，你去餐厅结账就看出来了。北方就是我来，对，我到南方以后。就是 AA， 就是说，大家说好就是 AA， 从来没有说抢结账这个事儿。对。然后我有一个东北同学，他大学东北更厉害，他一到上海说不适应，说结账的时候就他在讲，但是他后来，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说很清楚，就是说大家就是 AA， 就是说平分，然后也没那么多这个那个或者什么东西。南方人是这样的，你看上去很小气，有点抠门，有点锱铢必究。但确实是，咱们说好就讲信用，对信用。北方人，哎呀，看着这哥们儿来，不讲信用，你知道吗？你没有信用，没有契约精神，你商业你不企业是做不长、做不久的。所以慢慢北方它特别是有句话就是山海关以北，它的这个经商环境就慢慢恶化。对，是有各种原因吧？对，这个跟那个北方的大环境也有关系，很有关系，变来变去有关系。49年之前，东北人挺讲信用的，49年以后不讲信用。我来了以后，对，后来就有很多变化，因为他这个东北是所谓的共和国长子啊，管得最严的一个地方，最后就全部都是这种。当时下岗潮其实影响很大，对，90年代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见过的最讲信用的，我见过的最讲信用的。
是云南边境的黑社会。哦，道义有道，因为他没有法律，你没有法庭能追究他，没有任何能存在下来的这些，靠契约，就靠一个信用，对，一个信用。他就是这个具体的故事我就不讲，讲起来就是到公安局来追究我了。这些很多故事，我见过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他欠了，他答应别人一个钱，结果这个人被公安局抓了，这笔钱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后来就他们家属也跑掉了，这哥们儿就下令下面人把这个钱送到他们家去，这个人就追了半年6个月，他们家人为了躲，因为他这个人被抓了，其实就是他女朋友，找了半年，找了很长时间，把他女朋友找到了，把钱送过去。当然这个后面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但是他这个就是说他必须得靠这个没办法。那个黑社会他到底做什么生意啊？这个不能跟你讲，跟你讲了，公安局来找我了。不过说实话，这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哈，那个是白的。不像咱们这个是黑的，对不对？哦，对，元宝黑参。哦，这个黑参对，是韩国产的高丽参，对，没错。3年9蒸9铺，然后它其实有不同的产品啊，我们看到有这个是原普瑞堂啊，对，普瑞堂，我们看有这个原参，这一根是特级原参，你看它显得比较大，然后它大一些啊，对，它还有其他产品，比如说它有口服液啊，然后口服液就即开即食。对，光宇当时在香港的时候，可以来拍香港戏的是吧？你拍香港戏如果有这么一根儿，你4天4夜4天4夜没问题。这个黑参确实不错，就因为我是我的朋友，我家里人啊，我也给他们这个推荐吃这个东西，这个经常疲劳的，疲劳睡觉不好，睡眠不太好的一些女孩子痛经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更年期啊，有些身体不太舒服的啊，这个东西呢，我有很多观众朋友在下面给我留言啊，他们用了之后呢，确实很见效。您可以试一试啊，这个玄宝黑参确实不错的，这东西质量是在那儿的，而且还有一点你知道吗？这黑参啊，能够保留这个根须的这个产品非常少，根须是这个人参中精华嘛，很多精华在这个根须地方，所以整个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它的工艺啊是非常好的，而且这公司老板跟我们说，他们至少7块田嘛，这个高丽参要长到6年。是最好的时候，3、4年就可以卖了。但第6年的时候呢，无论是这个个头啊，里面的这个养分呢，都是最好、最充足、最饱满的时候，挑出来。所以它每6年才能采一块田嘛，其他田得长嘛。对，所以你这个时间成本啊，工艺成本确实很不便宜的。所以这个一盒黑参是600，是吧？咱们是600块啊。对，600里面大概是十来根吧啊，这个14、15根的样子。还是非常值的，1分钱1分货。对，大家可以试一下。对，这个口服液168，大概20包啊。这个口服液是制这个浸泡黑参的过程中产生的口服液，也非常好，非常好。对。如果您呢可以这样，就是如果1天1包你觉得还是不够的话，1天我就建议你1天喝2包，早晚各1包。168这笔钱我觉得花得非常值得，因为这个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大家活得开开心心的嘛。对，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等于这一盒里面有多少包？这一盒里面是20包。20包。这一盒呢是600美元，大概是不到15根吧。根据那个个头大就可能少一点，个头小就多一点，是这样的。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输入优惠码，然后购买黑参，可以多看一下周星驰的电影啊，功夫必须得感兴趣，必须得感兴趣，一边看电影一边吃黑参，一边吃黑参一边喝黑参。对，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拜拜。